大家好，这就是我们人称北京小塞纳河的亮马河，北京中产阶级的后花园。我们现在位于的就是塞纳河左岸，大家记住了，我们办公室的位置很好。去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我发了一条关于艾滋病的科普视频，评论区风起云涌。艾滋病是乱搞出来的吗？意外发生艾滋病暴露怎么办？怎么才能在联合国实习或工作？最重要的是，大家想知道联合国那边怎么说。那我当然要满足大家希望更多了解的愿望，赶紧戳了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他们邀请我干脆来驻华办事处看一下，于是就有了这一期探店视频。自1981年艾滋病被第一次确诊以来，艾滋病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威胁。199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第1994-24号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致力于推动艾滋病预防、治疗、护理和支持的普及，制止并扭转艾滋病的蔓延。UNAIDS 在1996年成立后，同年就在中国设立了驻华办事处，积极开展倡导和资源动员工作。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亮马桥附近的塔园外交办公大楼。这附近其实藏着10多个联合国驻华机构，有机会的话，咱们一个个探过去。嗨，大家好，我是慧玲。今天呢，将由我带大家进行一个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 Office Tour。首先进到办公室，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我们艾滋病规划署成立25周年的海报。这是一个由红丝带构成的长字，表示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的寓意。这也是我们规划署的使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办公室的一系列的纪念品。其中呢有我们的前任青山大使邵佳一签名的足球，还有一些非洲的这个足球队员的签名，以及一些高校的一些纪念品。那在下面呢，大家还可以看到联合国自行车，这是倡导我们绿色出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小物件。在我们的会议室里，我们每年都会经常接待一些感染者的社区组织以及感染者的来访，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欢迎高校的学生们跟我们来预定属于他们高校的一个 Office Tour。大家好，我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的临时代办以及政策与战略信息顾问周凯，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办公室。大家好，我是 UNAIDS 中国办公室的新闻官欢迎大家来 UNAIDS 参观，我们非常欢迎年轻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办公室。有点乱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仓库，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宣传品。那在这间办公室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集网的很多的印刷品、宣传品、小周边。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我们的微博、微信有时候有抽奖，就可以得到这些精美的小礼品了。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展示我们办公室最漂亮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是我们的会客厅，在这个会客厅里，大家可以看到，它和我们的这个代表办公室是紧密相连的。那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摆放了一些国旗，包括联合国国旗，还有我们的中国国旗。在架子上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维里班伊玛女士，那这位呢是我们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大家看到这张海报可能有点眼熟，这就是刚才我们25周年的海报横挂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中文是一个长字，但是横过来呢，刚好可以形成 LONG long 的这样的一个英文，可以说是中英存在一个双关的效果，都体现了一个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的意味。和小伙伴聊天。 Hello， 4位小伙伴，我是小 Q， 感谢你们之前和之后给我视频的3连。今天我们会问一些小伙伴们关心的问题。不过，让我们先从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始吧。大家好，我是郑成。然后在加入 UNAIDS 之前，我在上海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念硕士。然后在过去5年，我也一直在 HIV 与 LGBTQ 人群有关的单位跟组织里面做实习。嗨，大家好，我是慧玲。
来到 UNAIDS 之前呢，其实我是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8年制的临床医学博士。那在毕业之后呢，我也在一家三甲医院进行过一些临床的工作。在工作的当中，其实我做了一些和 HIV 相关的反歧视的倡导活动，希望更多的医护人员都能够去接纳 HIV 的感染者。大家好，我是丽媛。在加入 UNAIDS 之前，我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生，学的是医学社会学。然后我业余时间还在一些健康有关的 NGO 做过志愿者和实习生。大家好，我是柯南，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然后在去年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之前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做过志愿者。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加入 UNAIDS？ 加入后日常的工作内容有什么呢？我最早接触的国际组织其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前沿跟有意义，也想在 HIV 领域有更多的学习，然后就来到了 UNAIDS， 主要负责是检索跟搜索 HIV 科学，然后与 LGBTQ 人群有关的国际新闻，然后还有负责传播、翻译、项目的支持，还有行政方面的支持工作。简单来说呢，我加入 UNAIDS 的原因，其实正是因为我在临床一线真正的看到了 HIV 的感染者，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其实已经不再是医学方面的阻碍，反而是在社会方面的这些歧视污名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困扰。那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去到更加上游的公共卫生的这个领域，试图去解决这些与健康相关的一些社会因素。那我目前在办公室的工作呢，也是去负责支持办公室的项目的计划，包括监督整个流程的梳理，那还有他们的结果的产生之后，我也会去对这些结果进行一个review。我的话就是觉得自己在学校里可能待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会去做 gap year， 所以我自己可能今年也下定决心想去做个间隔年，去尝试一下不同的事情，包括在国际组织去实习。那么我工作的日常呢，就是协助项目官完成一些全球以及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报告的一些制作，去在国内传播这些经验，然后可以利用到国内的艾滋病防控中。就我个人而言，我目前是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深耕计划，然后走的是一个2+2的保研模式，就是得先工作2年，然后再回去读2年的书。所以这今年其实是我第1年参加工作。我就是通过学校和北智联的选拔之后，然后来到 UNAIDS 成为青年志愿者。我目前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支持我们办公室开展南南合作以及全球合作项目。在工作过程中，你们有没有愿意和观众朋友们分享的难忘时刻？最难忘的时刻应该是正好去年2022年年底，我们retreat 的会议上，我们整个办公室一起来讨论我们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和战略，以及我们未来的政策方向。这会让我觉得呢，就是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可以帮助国家去优化我们整个艾滋病治理的政策的，然后是可以改善就是受艾滋病影响人群的健康和福祉。然后这是觉得就是我每天来这里劳动所带来的改变，然后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是在某一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上，当时呢，我们和丹麦大使馆一起做了一个活动，就是请到了一个丹麦来的一个真正的感染者，他自己是音乐家嘛，他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吉他弹唱，非常的感动。我们在去做艾滋病的反歧视和反污名化的时候，千言万语可能都不如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健康的感染者站在我们面前，能带来那么大的震撼。疫情期间，在去年的时候，非常少的可以举办成功的一个线下活动，我们其实花了很久，特别是雷应该准备了非常久，然后是 UNFPA、UNAIDS 还有 UNESCO 一起共同举办的面向残障群体的一个全面性教育和艾滋病预防的一个研讨会。然后当时的这个社区代表，就是我们这个残障群体的发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不知道他们的一个生活，让我意识到了，也就是在艾滋病以及残障群体这样的一个交叉领域，我们的政策是完全缺失的，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所以不歧视这一个事儿，对我们实现2030年终结艾滋病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所以这是我非常难忘的。想问一下柯南 ，UNAIDS China 为终结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做了哪些工作？在过去的26年里，我们艾滋病规划署一直在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合作。第一方面肯定是国内工作，我们会支持国内各级政府和单位来开展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当然，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快速通道来使我们的战略信息能够影响到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改进和改革之中。这是我们在国内主要开展的工作。李岩你好，你自己看到过哪些关于艾滋病的谣言？为什么说他们是谣言呢？不少网友认为呢，艾滋病毒是管不住自己和不洁身自好的人才会得的疾病。首先，艾滋病毒感染不等于艾滋病，感染了艾滋病毒，只要尽早的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不发展到艾滋病的阶段。无数国家的这个防治实践已经证明，将艾滋病毒的传播归为某一些类的人的原罪是非常不科学的，只会增加社会的偏见与歧视、排斥与冷漠，最终只会将所有人置于风险之中。最重要的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威胁到任何人的健康，艾滋病毒不会通过空气、水、生活用品以及一般的生活接触传播。同时呢，我们 UNAIDS 还一直在倡导 U 等于 U， 持续检测不出等于不具有传染性，意味着在经过有效药物治疗后，艾滋病毒感染者不会通过性行为将病毒传染给性伙伴。这也体现了继续落实我国4免疫关怀政策的必要性，让艾滋病毒感染者能免费吃上这些减重生命力药物，既能保持自己的健康，也能更好的回归社会，又能终结艾滋病毒的传播，为全社会的这个艾滋病毒的防控贡献力量。还有不少网友认为呢，男同性恋导致了艾滋病毒的传播，这样的刻板印象是完全错误的，与科学结论和现实情况都完全相悖。不使用安全套的任何方式的性行为都有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所以在艾滋病毒看来，异性恋和同性恋一样没有差别。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近5年的数据，中国每年发现超过13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95%以上通过性行为传播。在2021年，异性性行为感染占比71.4%，而同性性行为占了26.5%。在分布上，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也呈多模式分布。在关注男性同性恋以及男性行为者的同时，艾滋病毒的防治措施也应该关注数量庞大的异性性行为群体，当然也包括了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跨性别者和青年群体。接下来请我的小伙伴来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LGBTQ 群体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男性行为人群有更高的感染风险，其实是因为社会歧视跟污名让他们难以公平的获得相关的服务跟资源。其实这也是 UNAIDS 还有疾控部门以及我们做艾滋病防控的社会组织，我们大家一起力图解决的健康不平等的现象。然后现在其实已经有一系列非常成熟有效的艾滋病预防的技术跟方法。那对于个体而言呢， LGBTQ 人群可以通过正确使用安全套、男性包皮环切手术、性病的诊断治疗，然后暴露前预防，比如说我们的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以及暴露后预防的用药，还有各种方式的艾滋病病毒检测，然后伴侣告知等其他方法来降低自己或者你的性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那如果你是感染者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将病毒载量降到检测不到的水平，达到 U 等于 U， 也可以预防将 HIV 病毒传染给你的伴侣。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的老伙计翁慧林，当年我们就是在这栋楼里开会认识的，所以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保护自己不感染艾滋病毒？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我们该怎么做？那在这点上面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如果我们想预防艾滋病的感染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我们大家知道，艾滋病传播一共有3种传播途径，分别包括母婴传播、血液传播还有性传播。那了解了这样的传播途径之后呢，我们肯定要去避免一些具有高风险的行为。
比如说像涉药啊、涉毒啊、涉酒这样的性行为，还有包括无保护的性行为，那这些呢都会增加我们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那其次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一方面呢，像刚才丽媛说的，我们要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那在另一方面呢，除了安全套之外，我们也要了解有一些暴露前和暴露后预防的药物能够帮助我们。暴露前预防呢，可以让我们在预知有风险的时候，能够提前去保护自己。它的阻断率其实还是非常高的。那暴露后预防呢，更是在发生了有风险的性行为之后的72小时之内可以去使用，就像一个小小的后悔药，能帮助你去阻断 HIV 的病毒感染。那再其次呢，就是如果我们在自我检测或者是去社区和医院检测的时候，真的发现了自己是 HIV 阳性，那么呢，我们是需要去前往疾控中心进行一个复核确诊。那与此同时，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些社区组织为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这些呢，就包括有陪诊啊、心理咨询啊，包括信息科普等等。我们这些服务都是可以在社区组织去得到一个提供的。那么我们也要知道，目前感染了 HIV 并不等同于得了艾滋病。那其实我们在正规的规律的治疗之下， HIV 的感染者也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工作。我愿意用我的专业知识与热情，为终结艾滋病贡献一份力量。距离2030年终结艾滋病还剩下7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用科学的方法应对是关键。我期待看到一个更加包容多元、没有歧视的社会，这样才能终结艾滋病。欢迎更多 B 站的小伙伴一起关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加入防艾的队伍，记得1键3连哦。